芯片断供事件持续发酵，最近几周芯片供应困难已经对全球汽车生产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其实早在去年的12月，国内的南北大众就因为芯片供应紧张，导致超过100万台新车产能受到影响。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整个2020年中国稀土出口量同比下滑23.5%。很多网友就猜测，中国是不是打出了稀土这张王牌来作为回应？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事件中大家普遍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2020年中国稀土出口量暴跌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二，美国为什么自己不生产稀土，非要从我们这儿进口？第三，稀土到底是不是贸易战中的王牌？第四，这张王牌我们是怎么打的？2020年中国稀土出口量下滑，是我们对半导体制裁做出的回应吗？其实不仅仅是2020年稀土出口量在下滑，2019年我国稀土产品出口量同比减少12.64%。为什么呢？原因可能有2个。第一个是受到疫情的影响，稀土下游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都出现放缓的情况，所以在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我们肯定是要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预测和风险评估来调整我们国际市场的贸易业务的。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被其他国家抢占了市场份额，因为在国际稀土相对涨价和中国采用了出口配额来限制稀土出口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在2012年的时候投资建设了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厂，合作生产稀土原材料。莱纳斯和西门子拥有该工厂100%的股权，但是受到了澳大利亚威尔德山稀土矿污染事件的影响，马来西亚人要求将这个合资厂产生的污染物必须运回到澳大利亚进行处理，但是澳大利亚政府果断以依法不能从其他国家进口放射性污染物为由予以回绝，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法律诉讼。后来经过国际原子能机构调解，最终澳大利亚答应以完善当地放射性危化处理设施为条件来获得临时生产许可。于是我国海外最大竞争对手莱纳斯公司便开始逐步扩大产能，到了2018年的时候，已经抢占了我国至少30%的日本市场份额。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厂此举正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全球稀土产业链布局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他们在上游原材料端用寻找多个替代国以及战略储备的方法，对原材料的供应安全进行控制，然后呢，对下游稀土应用产品的知识产权增设壁垒，实施高度保护，最后再通过股权投资和长协合同，在企业和企业之间搭建复杂的商业关联，构成上下游企业关联体系，用资本去控制每一个环节。正是这整套复杂的机制，使我们在原材料垄断的情况下定价能力缺失。我们其实也不难理解他们寻找替代国的心情，因为到目前为止，各个国家也没有已经进入到应用环节的成熟稀土替代产品，所以各个国家都很担心本国的国防武器系统关键零部件被对手制约，于是就制定了2种策略，一种是转移，一种是储备。怎么转移？往哪儿转移呢？美国茉莉矿业稀土公司在用完了废物储藏空间之后加州政府就拒绝再为它提供其他的堆积废物空间，所以这家公司就兼并了一家总部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叫做新材料科技的公司，更名为茉莉矿业加拿大，又通过开曼群岛注册公司分别持有中国2家稀土加工生产公司的95%的股权，然后将稀土矿运输到中国等地生产加工。这家公司的产业链分为上游资源、冶炼加工生产、磁性材料和合金以及稀土高纯度金属，每一个环节都在不同的国家进行，而中国承担了它的冶炼加工生产环节。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美澳合作的莱纳斯，都是在实施转移策略。那储备策略呢？由于日本是美国重要的战略性武器以及精密仪器配件的供应国，所以日本通过美国茉莉在中国的子公司和美澳合作的莱纳斯来作为稀土保障。2010年的时候，日本进口了全球稀土出口总量的82%来进行战略储备。另外，它还在中国对稀土的中出加工端进行了战略投资，通过合资厂在中国购买原材料，经过冶炼、制粉、成型、烧结4个步骤，变成铝铁硼合金，再进行储备。看到这里，你认为2020年中国稀土出口量暴跌是出于哪个原因呢？评论区里可以打出来，我们来测试一下。等你看完整个视频后，你的想法会不会改变？第二个问题，那美国和日本为什么不自己生产，非要转移到诸如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巴西等其他国家呢？主要原因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我国掌握着最先进的稀土冶炼提取技术以及最完整的稀土产业链，还跟巴塞尔公约有关。缔约国被限制对外出售危险性废物，所以
这些废物必须在本地处理，而这个处理成本有多高呢？以美国为例，美国环保部将稀土生产分离过程中产生含土和油的放射物定义为技术增强的天然性放射物。对于这一类污染物的处理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就地处理，另外一种是场外处理。这两种处理方式成本都非常高。美国每生产1吨稀土氧化物原材料所产生的稀土半生型污染成本费用大概是在1万到3万美元之间。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稀土到底是不是一张王牌呢？绝对是，因为莱纳斯拿到的是马来西亚的临时生产许可证，这个稀土厂的运营前景还存在着一定的变数。中国稀土控制着稀土原材料、初级材料出口、稀土矿进口、污染代加工以及相关稀土冶炼技术、设备输出，而国外由于巴塞尔公约限制，从建厂设计到项目环评建设以及污染物的处理系统建设都需要时间和巨大的成本。可以说，我们手里的稀土牌对他们目前整个全球化稀土供应链的布局有很大的影响。既然我们手中稀土这张王牌威力这么大，我们能不能禁止出口呢？美国稀土高端配件的重要供应商是日本。我们刚才提到了，日本一直在进行战略储备，所以即便中国对美国停止供应稀土，并不能威胁到他们的高端制造以及国防安全。而且正是因为稀土产业链已经全球化了，如果直接停止出口，会造成全球贸易摩擦加剧，威力很大，甚至没有办法预估后果。这就是我们在稀土领域的对手，都是资本战场中百战沙场碎铁衣的老将。第四个问题，这张稀土牌我们中国是怎么打的呢？2013年3月，我国虽然在美国、日本、欧盟针对中国的稀土贸易诉讼案中败诉，但是这件事却引发了各国的恐慌，开始积极的在全球范围内投入资本去寻找替代国。如此一来，反而降低了我国减少出口的压力。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通过了巴黎协定，全球范围内发起了碳中和运动，以及2019年下半年，美国在石油领域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球石油供应风险加大。这两件事使得全球对新能源汽车、风电和节能家电领域的永磁材料需求大幅提升。我们前面提到，西方国家用2种方式去控制全球稀土产业链，一种是通过上下游关联控股，另外一种起主导作用的就是幕后的资本推动。中国目前的出口量依然是垄断地位，如果中国降低出口量并控制关键战略元素稀土永磁材料的出口，在市场需求上升的作用下，美澳就不得不加大资本投入到替代国。由于增加了环境成本，必然会带来价格的变化，而他们的稀土价格控制机制就会失效。所以我们就看到稀土永磁材料、铝铁硼的出口量从2015年开始就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利用巴黎协定这个机会，开始对关键战略元素进行控制。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幕场景：在2020年8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莱纳斯公司宣布与卡尔古里、博尔德市政府签署稀土加工厂的土地租赁合同，准备在2021年年中动工，2023年年中投入运营。格陵兰政府也已经向澳大利亚一家公司颁发了坦布里兹稀土矿开发许可证。所以尤其是在巴黎协定约定开始交作业的2020年，稀土价格整体大涨，并且从2017年开始，我们国家的稀土龙头企业就开始着手打造上下游产业链一体化。这样一来，稀土的价格升高，又为上游的稀土环保技术以及下游稀土应用产品的专利突破提供了利润空间。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不增加外交压力的情况下，进行本国稀土的战略储备。看完这个视频，你认为2020年中国稀土出口量暴跌到底是哪个原因？你的想法改变了吗？这就是我们的稀土突围战，打得极为艰难隐忍。我们这个民族从苦难中一路走来，骨子里有古老的东方智慧和坚韧的品格，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我们来日方长。